各位头条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前次我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提过，就是说东北亚经济一体，我们中日韩自贸区赶快成立，成立以后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前进的这个动力，后面推动的动力。为什么？因为这三个经济体加起来是不得了的啊，我们的这个 GDP 整个三个加起来不得了，而且产业链、经济市场各方面都不得了，这个可以带动"一带一路"作为后面推动的这个力量啊。所以呢，但是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又是得到了很多头条朋友的这个响应，而且大多表示赞成。可是这赞成后面仍然有一些质疑，质疑的是什么？质疑的就是说，他们愿意加入吗？美日两国都是等于是日韩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啊，他愿意加入中国这个阵营吗？但这个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是有军事联盟的，怎么会愿意来加入中国呢？这个传统上并不是如此啊，这近百年来的这整个二战之后，这整个地缘的政治战略呢不是这样子啊，说的很有道理。可是只是因为我在前次说明的时候没有时间把这个背景呢客观条件呢分析得很清楚，难免大家有这个质疑。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一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实现。所谓能够实现，就是说他们能够有没有加入的动因，他们加入的障碍有没有办法克服，我们从这样子来理解。首先我们就先谈日本好了。日本如果说加入中日韩这个自贸经济体，就是说大家经济一体，它有没有这个动力？这个动力我们可以分政治跟经济跟军事三个方面来讲。讲政治好了，政治日本是一个战败国，那战败国它在整个联合国其实它的国力也曾经相当强过，它的经济能力也不错，但是为了和平宪法守居，它不能发展太多军事，只能自卫军，在政治上是如此。可是安倍上台之后呢，他急于要摆脱这个战败国的耻辱的印记，所以呢，安倍他就主导了修宪，把日本宪法修正了。日本本来是一个和平宪法，他现在把它修成什么？修成集体自卫权，让他的宪法里头，他的宪法让日本有了集体自卫权。自卫权就是我为了防卫自己，我们全体要防卫自己。当然我也可以出兵，以前是日本的军队不可以派出以自己本土之外，现在已经开始有尝试出去了，这是一个尝试，但是跨出了这一步，后面就好办了。这个是美国没有办法遏制的啊，这一点日本的安倍晋三导师做得非常的成功，想要摆脱美国对他的这个钳制。大家不要以为说他是依靠美国，没错，是依靠美国。在有敌人的时候他依靠美国，没有敌人的时候我不需要美国，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必然这样的，都是一定是采取这种方式。那现在日本还有没有敌人？你说有没有敌人？俄罗斯大概就是俄罗斯，北方四岛还没有解决，但还不至于到大动兵戈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中国会不会侵略它？长久以来几千年历史，中国从来没有动过要侵略日本的脑筋，因为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侵略性的文化，农牧民主不是侵略性的文化，所以呢，他的兵力只要凭良心讲不侵略，只要足以自保就行了。因此呢，美国在这里政治上呢，现在有没有需要？很值得我们探讨。好，第一个，第二个政治上，在第一个政治上，第二个经济上，我们现在来谈经济。经济已经日本失落了20年，20年就是因为美国逼他签了广场协议，透过广场协议把日本的经济的能量活动力就完全绑住了，这一绑住使得日本这几年来完全就几几乎乎停滞不前哀鸿遍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中国来帮助他。为什么需要中国来帮助他？因为现在日本的制造业不如中国，市场没有中国不行。日本的最大贸易国是谁？是中国。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是中国是它的第一大贸易国。那中国对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知道非常重要。那么既然非常重要，是不是能够不要关税，这样子的话，他日本是不是能够获利更多？不仅仅如此，如果可以成立了这个中日韩的这个经济自贸区的时候，日本的货品、日本的产品、日本的知识产能
可以透过中国的一带一路，中欧列班大家都很清楚啊，中欧这个列车班列啊，中欧这个一天可以就是说几天之内就到达河南的阿姆斯特丹，在陆路省了多少时间，比海运省了多少时间，比空运省了多少经费，这个可是黄金路线。日本如果能够透过中日韩自贸体的话，把它的所有的产能，所有的这个经济力量这样子输送出去，你想想看它能获得的利益有多大，太大太大，这个EO营对他来讲是太大了啊！这个所以是从这个经济的立场来讲，日本绝对要加入；政治的立场来讲，他也必要加入；军事的立场来讲，我刚刚也附带也说明了一下啊，日本应该了解什么？在可见的将来，我讲的可见将来大概是100年左右，可见的将来，日本并没有能力在军事上超越中国了。这个我想他是有能力制造核子的哦，但他不能制造，为什么？联合国不允许。联合国只要你拿一个国家制造的话，联合国马上出手制裁，这个是没办法，强权之下，常任理事国可以有这个核子弹，那其他你们就不能有的话那就例外就必须接受制裁啊，巴基斯坦的、印度啦，这个他们都有，但都相当程度的阻碍。日本当然不允许他拥有，他也不会有这个非分之想，我想了啊，因为只要他的安全能得到保障，中国不去侵略他甚至也可以跟中国签订一个军事上的和平条约出来。这样给他更大的保障。如果这个可以做成的话，各位你想想看，日本愿意不愿意加入？那日本如果加入的话，接下来就是我前次所提起的美国现在要把日本的驻军的经费从这个8亿提高到80亿美金哦，日本当然不答应啊。他为什么要答应？日本还有一个顾忌，我刚刚还没讲，还有一个什么顾忌？很重要的顾忌，如果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日本允不允许他的基地给美国使用，让美国的飞机从横须贺军舰从横须贺他的飞机从这个某一个这个机场琉球的机场起飞来攻击中国。如果这样子，中国一定会打他的基地，会打到日本，这个无可避免的。这种情况的下，日本愿意为美国来牺牲吗？日本的人愿意为美国来流血吗？想想看，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贸然尝试这个。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如果你中美一定要叫他选边站，他不选边站，他站中间就好了。那很重要一点，那你不能从我这里发动军事攻击，他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应该要。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它中间有一个什么美日安保条约，那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是怎么样？解除美日安保条约嘛，把美日安保条约解除掉，日本就拥有一个中立国的国家的身份。一个中立国的话，战争不涉及我那等你们打战，搞不好还有一个发一笔小小的战争财，当然这是后话，这是题外之话了我们讲现实的这个政治格局上，整个地缘战略上，日本没有必要淌中美在斗争的时候淌这个浑水，对他来讲是百害而无一利。但他如果解除了，把这个美日安保条约解除了之后，第一，日本可以取得了完整国家的这个地位，可以取得这个。第二，经济上它可以大大的发展。要知道，日本现在已经是一个老龄国家，年纪很大的国家了这个老龄国家它能不能达成这个目的，能不能从这个泥淖中走出来，就看它这个经济体能不能加入了以后就能达成这个目标。日本的情况如此。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韩国，韩国是不是也是如此？韩国跟日本的驻军是不一样，同样都是跟美国有这个协防条约。韩国是因为那个时候当初日本是因为战败而驻军，韩国是因为自卫而驻军。韩国的驻军是什么？为了抵抗北韩，当初为了抵抗北韩，或者是抵抗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这个苏联，那个是在韩战之后的产物。但现在整个局势变了，韩国现在中国也是他的最大贸易伙伴5月11号北京日报才报了，韩国这一次疫情之后200多人到大陆去，他只要隔离2天，专机包过去都是三星的员工。为什么？他的经济要赶快复产复市复工。
它跟中国的经济那么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你想想看，如果签这个中日韩，是不是对它也符合相当大的利益？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没有敌人了，我干嘛你要来保护？大家会说，还有北韩会侵略。北韩今天这个金日正呢，他金正日呢，他主要是其实他的实力超过了他操弄的空间，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他就握有一个核子弹啊，这个核子弹还能不能攻击还不晓得，那这样就搅得天翻地覆，跟他的实力是不相配的。这一点呢，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可以牵制他？中国大陆可以牵制他。如果韩国跟中国大陆中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默契，加入了这一个中日韩经济体，让亚洲的经济体一体化，然后把这个美韩的安保协定协防条约解除掉，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很好啊，对他来讲，我们是从他们国家各自的立场来思考来看问题。如果对他好，我们就有信心；如果这样子对他缺陷太大对他伤害太大，那我们就要重新思考了，并不那么乐观。我现在分析出来，韩日两国，日韩两国如果加入东北亚经济体，让东北亚经济成为一体，然后再南向扩及东盟、东协10个国家，再搭着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宏观的经济策略，这样子来走的话，你想想看，对韩国的好处，刚刚日本所讲的好处，韩国都沾得上边。至于韩日的这个局域，韩日之间这个矛盾跟冲突，这个中国我确信有能力可以化解，透过中国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化解到，独岛事件可以先不要谈，慰安妇事件也可以搁置不论他们这个半导体的重要关键的元素卖给韩国的这个问题呢，也可以透过中国来协调，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疏解，因为这个不是大问题，这个是个别产生的一些小问题。那对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再谈美国，如果不增加军费，美国住得下去吗？美国的经济很差线，我们就不谈了。川普已经讲了，你不增加我就撤军，这个话讲过了，那撤军最好，就此就让他撤军。所以我说，有各位很多朋友们，大家提出的质疑，我想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跟各位把他们为什么我有自信他们会加入，而且也愿意加入的客观因素、主观条件做一个简单的阐述。不晓得各位看法怎么样？希望能够提出意见，大家来讨论一下。谢谢各位。